係嗰網友嗱，呢條片我係同大家跟進蔡天鳳案。咁呢單嘢咧，當日咧就係嘈到不得了。咁有啲人咧接連講咗好多日，好多嘅陰謀論，即係話咧佢哋係即係甚至講到譚仔洗黑錢啊，係咪牽涉到特務啊？香港警方幫佢哋掩飾啊，即係各種嘅故事啊。咁我就最後會講俾你聽，呢件案唯一 unknown 嘅嘢係乜嘢？其他嘢咧已經係全部知道晒。唯一 unknown 嘅嘢乜嘢？所有嘅陰謀論咧，其實咧都係非常之可笑嘅，即係咧咁樣去殺害一個女仔，然後意圖毀屍滅跡，好明顯係一個退休差人啊，自以為識得法律嘅一個聰明笨白嘅行動，呢個就係嚇。而且咧就係咧冇一個有計劃嘅、有組織嘅陰謀集團啊，會做一啲咁蠢嘅嘢，亦都去到做一樣咁殘忍愚蠢嘅嘢咧。除非你係習近平嘅親戚啦，係咪？就算你係李家超嘅親戚咧，香港冇人敢包庇你一單咁嘅案啊！直至到今日，雖然香港嘅法治精神喪失好多，但係咧經手嘅人好多，係唔係可以包庇到嘅嘢嚟嘅呢啲？好啦，嗱，新嘅跟進就係9號喺東區裁判處團堂將個案件交咗俾高院嗱，因為咧就控告謀殺嘅，呢單嘢控告謀殺嘅3個被告鄺港傑啦，呢個佢嘅家翁啦，前夫鄺港智啦，呢個佢大伯啦，係呢3個人喺2023年前年嘅2月21號喺香港謀殺蔡天鳳。2月21號至23號阻止合法埋葬蔡天鳳嘅屍體，永遠有兩條罪嘅，呢兩條罪唔係一致嘅，即係咧你殺咗個人咁樣，咁你可以係謀殺咗個人，咁然後咧就係話佢死於自然，咁咪合法埋葬屍體咯，係咪？你又有一條友咧就可能咧係死於自然。但你咧就偷偷將佢條屍埋咗喎，咁所以咧一條係謀殺罪，謀殺罪咧而家已經冇得判死刑㗎啦。以前咧香港仲係判死刑，然後咧就改為終身監禁，而家咧就係終身監禁，終身監禁。咁咧就係呢一個不合法掩埋屍體咧，就睇情況啦，由幾個月至1-2年咁嘅嘢啦，呢個就係好啦，成件事蔡天鳳喺呢度，佢係讀國際學校嘅，即係雖然佢媽媽係改嫁，但係佢媽媽同佢關係非常之密切。佢媽媽呢個即係你係咪叫負責任咧？起碼唔係，佢媽媽係好錫蔡天鳳嘅。如果唔係唔會一路咁密切保持關係嘅。咁佢就遇人不淑啦，嫁咗呢個鄺港智啦，呢個係。咁呢個鄺港智嗰個家公就係鄺球，個家婆就係李瑞香，呢個就鄺港傑嘅大伯。咁佢同佢生咗個仔個女喎，嗰時18歲就陰公，呢個就係18歲，所以個仔10歲，個女8歲。咁啊，當呢個鄺港智啊，竟然咧就係雙性戀，又用同性戀去氹其他人，去呃人哋啲金。咁咧就呃咗600萬喎，咁就係通緝緊嘅。咁佢兩個就離咗婚，咁佢就嫁咗俾譚澤君，嫁俾譚澤君個仔。嗱，呢個就係譚仔啊，呢個譚仔家族。咁又生咗兩個6歲3歲。咁呢啲咁咧，一聽咁樣咧，佢兩個冇正式結婚嘅，就擺咗酒嘅啫。蔡天鳳就係嗰啲好勇於生仔嘅人。好勇於生仔嘅人10歲、8歲、6歲、3歲，哇！生得咁密，真係非常之勇敢。呢啲係叫逼媽咪啊！呢個係即係等於張佩芝都係
錢家翁而家咧就審緊佢個家姑李瑞香妨礙司法案。第一，涉嫌喺2023年2月22號到23日阻撓警方拘捕其前夫鄺港智。話俾佢聽，佢唔知佢嘅行蹤，其實佢知佢行蹤。嗱，然後咧向警方提供誤導信息，話佢同鄺港智冇聯絡，其實係頻繁見面。又打電話俾張燕花，叫佢對警方講大話，呢啲冚唪有錄音嘅大鑊。鄺港智佢送鄺港智走，話有車接送，快啲走，企圖令鄺港智逃避追查。其實咧係三樣嘢嘅，三樣證明佢罪行。第一就係鄺港智當日被通緝咧，就已經上門揾過佢，佢話同個仔冇乜聯絡，其實同個仔頻密聯絡。呢個第一個誤導，妨礙司法公正 （obstruction of justice）。第二咧就案發咗之後咧揾鄺港智，佢就話冇鄺港智嘅信息，其實咧鄺港智咧成日喺屋企度出現。咁然後咧就鄺港智翻屋企執嘢。就係咧，佢送個仔走，叫佢快啲走，話好驚。呢個就即係好明顯知道鄺港智係犯咗事嘅，呢個就係因此佢係妨礙司法公正。成件事即係另外係驚訝於佢哋嘅愚蠢嘅。喂，庭上錄像證據顯示，事件發生前一個禮拜，蔡天鳳同佢嘅前夫錢家姑喺何文田單位度食飯，反映李瑞香對鄺家人物動向有實際認知同參與。三個喺度食飯，佢屋企咧係有裝咗閉路電視，又有錄音。咁點解裝閉路電視同錄音呢？好明顯就係監控啲工人啦。呢個當然就係監控啲菲律賓工人啦。呢個，但係個家姑咧竟然唔知喎。法官都覺得非常之驚訝。結果有錄影帶，蔡母喺庭上作供，蔡天鳳嘅媽李瑞香攞取佢嘅女嘅人工嘅。嗱，佢有間屋俾佢住下，呢間屋當時話值7000萬，而家至多值翻3、4千萬啦。喺呢個何文田，每個月問佢攞5萬至40萬，咦，俾好多錢喎！因為有屋住，再使5萬至40萬。但係佢哋唔會自己揞錢幫個女買奶粉，呢個就係好啦。李瑞香破產後，佢又破咗產喎，負責照顧個孫，薪金由蔡天鳳俾，每個月5萬至40萬。李瑞香一家未曾為仔出過1毫子去買奶粉，奶粉都冇買過一罐。李瑞香全家都靠蔡天鳳資助嘅。有錢咪錫咯，冇錢咪我哋顧咯，呢個就係蔡天鳳即係離咗婚，個老公咧係棍詐騙，又係雙性戀，咁佢咧就擺咗個仔女喺佢嗰度住，其實呢個已經係非常之唔好嘅，呢個真係非常，點可以將個仔女信俾咁嘅人啊？呢個，但係佢咧自己去接個仔女放學喎，佢係一個好好嘅媽媽嚟喎，無論如何。佢又嫁咗俾第二個，又有2個仔女，佢仲去接個女放學嘅。雖然佢仲要出下風頭啦，間中好啦。蔡天鳳嘅媽媽即係咧，佢係講咧，蔡天鳳嘅媽媽發現唔見咗蔡天鳳咧，就打電話周圍刮佢，因為咧佢同蔡天鳳嘅關係咧非常密切嘅，常日聯絡嘅，一揾唔到佢咧，佢就覺得大鑊。嗰個李瑞香同佢講唔好講，乜都唔好講但係佢又要配合警方。好啦，佢咧就咁樣嘅，嗰個鄺港智知道佢打電話俾嗰家人，嗰家人咧就不停去講：嘿，大人大姐唔使報案嘅，過2日佢就翻嚟㗎啦，咁樣飲醉酒，聽日咪翻嚟咯，然後咧就話然後咧佢就再緊張，佢阿媽好緊張，結果咧就係好短時期報咗警。
有啲人咧話要48小時先可以報警，其實唔係嘅，即係你要睇下嗰個點樣失蹤法嘅，即係譬如話，即係有啲好可疑嘅情況，或者細路仔或者老人，或者嗰個人嘅日常作息非常 regular 嘅，而佢忽然之間唔見咗，而你有理由懷疑咧，都係可以報警嘅。鄺港智啊就用粗口鬧佢，仆街啦嚇！點解你報警唔話俾我聽？佢係忍唔住鬧出嚟，點解呢？其實佢哋話俾佢聽冇事，拖住佢阿媽，係想爭取時間處理蔡天鳳條屍嘅，其實係蔡天鳳條屍。結果佢阿媽，佢哋就諗住48小時報警，結果阿媽提前報警，於是呢條屍未曾處理完，所以呢，鄺港智呢係即刻鬧咗出嚟。李瑞香就叫佢就算懷疑都唔好報警啦，咁快報警會撕票㗎咁樣。咁佢呢啲成件案係拖泥帶水。當日啊係鄺港傑車佢出去㗎嘛，咁你車佢邊呢？佢係大埔某條街唔記得喎，於是張燕花呢就感到懷疑嚇。好啦，案發當日，呢個佢阿媽張燕花每日都會同佢個女講電話嘅。前年2月21號到下晝2點45分，最後一次微信聯絡，蔡天鳳就冇回應啦。嗱，佢就去到嗰度咧，俾人捉咗。張燕花咧一直聯絡鄺家，你放心啦，成年人嚟嘅會翻嚟嘅，唔使急嘅。成家都係講呢啲，一路到當晚10點幾都覺得好奇怪，唔見好奇怪，於是去報案。鄺港智突然間來電問及自己嘅去向，佢哋好似一家人咁喎。張燕花話：而家報緊警，鄺港智仆街啦，報警都唔通知我，點解要報警？其實佢爸爸話俾佢聽，咁快報警係唔會處理嘅，所以佢有時間處理條屍。後來條屍即係唔見一部分，就因為佢哋處理唔切。張燕花話：你唔覺得奇怪嘅咩？阿女一向都有交代喎，你全家都好似唔關心，冇事㗎，冇事㗎，咩意思啊？咩意思啊？呢個係好啦。控方播放閉路電視片段，顯示前年2月21號蔡天鳳失蹤當日，鄺港智下晝12點45分離開加多利山嘅住所。嗱，呢個就係點解佢哋要採取行動。蔡天鳳10分鐘帶同2個人上門，推測係睇樓，佢係想賣嗰層樓。2023年，另一段閉路電視顯示，同個月15號較早時間7點45分，6個人共進晚餐。呢6個人係蔡天鳳、通緝人質鄺港智2個仔女李瑞香同鄺球。而家咧就叫蔡天鳳阿媽就指認在座嗰啲人，呢個就佢哋一齊食飯嘅，好啦，被告刻意讓警方隱瞞個仔鄺港智嘅行蹤，又要求死者媽媽向警方車大炮，叫阿張燕花唔好講。喺蔡天鳳失蹤嘅第二日凌晨，寓所嘅閉路電視攝到鄺港智帶埋個袋準備離開單位，被告陪佢走到門口，問佢有冇車接佢走，叫佢快啲離開，又話自己好驚。嗱，咁知道佢犯咗法。控方喺庭上播放一段閉路電視嘅片段，顯示蔡天鳳失蹤2日之後咧，被告同蔡天鳳嘅媽張燕花講電話，佢提張燕花咧唔好俾警方進入單位搜查，以免警方發現屬於鄺港智嘅衣物。佢話自己身有屎需要遮掩，又要求對方向警方話冇同鄺港智聯繫。嗱，呢個又係妨礙司法公正嚇。好啦，佢係不認罪嘅被控意圖妨礙公正罪，而家交俾區域法官處理。
涉及更嚴重嘅刑罰級別，上去地院呢個即係地院就可以判到7年嘅。最新審訊中控方舉證完畢，呢個法官呢表面證據成立，但李瑞香依然否認控罪，佢可以自辯嘅。佢嘅代表律師正為佢準備結案陳詞，估計7月18號審結，審結之後咧再過個零月，呢啲好快判到案呢啲啊，即係幾年咁啦，呢個就係好啦。呢個前家姑被控妨礙公正，控方話佢為咗脫罪抹黑死者，呢個就係大家首先要明白，呢個係意圖妨礙司法公正呢，係刑事罪行條例第101條，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係普通法罪行，所以呢唔係 statute law， 係 common law， 係習慣法嚟嘅，冇明文最高刑罰，通常係由地域法官或者高等法院處理，呢個就係佢而家牽涉到，譬如話幫疑犯逃走或者隱瞞行蹤咧，可以判8個月至2年嘅。作虛假供詞誤導調查就6至18個月。嗱，佢話唔同，冇佢同我聯絡就係呢個輔助潛逃，佢配合調查可以判3年。如果有共謀嘅證據，呢個係佢呢個有共謀嘅證據，就唔係好似國安法咁咧，喐下都話人咧幫助逃犯喎。我點知佢逃犯啫？我幫佢買咗機票，咁樣就叫逃犯，協助逃犯係咪？呢個就係好啦。嗱，我再解釋點解你睇到佢阿媽單嘢，你覺得非常之驚訝，連法官都覺得非常驚訝咧。第一，有閉路電視全面錄影晒。喂，竟然個法官點解冇刪到個閉路電視呢？嗱，你可以 set 個閉路電視呢，你一發現有事呢就 set， 只係留3日，3日前嗰啲就刪晒佢啊嘛。個媽竟然唔知。留晒所有犯罪嘅證據喺度不過呢，其實呢，而家呢，你如果犯罪即係嗰啲犯罪人呢，最好作一個古仔，係要同嗰啲證據吻合嘅。任何就算你屋企冇閉路電視呢，就係呢個大廈都有閉路電視啦，個降港字嘅出入一定錄到啦。你哋成班人嘅出入。冇咁有力嘅證據，但都會相當有力嘅證據，話你妨礙司法公正㗎啦。呢個第一，令我非常驚訝嘅就係，竟然唔知道有閉路電視，亦都冇刪到，你有幾蠢啊？呢個。第二，喺咁樣嘅證據下邊，佢阿媽仲唔認罪喎？點解呢？鐵案如山，你係妨礙司法公正啫，你真係隱瞞個仔嘅行蹤啊嘛。咁仲打得甩嘅咩？你認咗罪，喂，一早認罪就判刑輕咗噶嘛，減1/3噶嘛，係咪？唔係喎，唔認罪喎，點解會唔認罪呢？嗱，首先咧，我睇過幫佢辯護嗰個咧，唔係法援署嘅律師啊，法援署嘅律師一定叫佢認罪，好可能幫佢辯護嗰個咧，就係抗球請翻嚟嘅律師，佢哋有啲錢啊嘛。咁抗球請翻嚟個律師咧，就唔為佢着想，淨係為抗球同抗港智、抗港傑着想。如果佢認咗罪咧，嗰3個嘅處境咧就危險啲，至多犧牲阿媽嘅啫。其實就係咁樣。好啦，蔡天鳳2023年遭殺害及肢解。咁另外2人啦，潘巧賢 Irene 同遊艇公司職員林信，涉嫌協助佢嘅前夫租船潛逃去澳門，又被控串謀妨礙司法公正。案件16號喺九龍城裁判處裁決，裁判官裁定2個人罪成。嗱，留意係喺裁判官，係裁判官。呢2個人呢，就係呢嗰個唔同呢，呢2個人呢，就想同佢租船啦，搭咗句聲，但係呢，冇租到喎。件事咧未曾實行嘅喎，呢個係2個人同姓鄺另一個女子曾喺4人群組討論以30萬租船，並非經過入境處管轄口岸離開，但係最終冇租到船喎。
女被告話我傳個説話啫喎，對細節都唔知喎。咁呢啲咧喺裁判處告咧就幾個月嘅啫。案件16號喺九龍城裁判法庭裁決，裁判官陳志輝唔接答佢講法，又指佢哋有唔同嘅角色。女方負責傳話，男方安排船隻及行程，嗰30萬呢兩條友就賺咗10萬，賺咗15萬啊！即係咁上下嘢啦。咁結果就因此就坐監啦。呢個就係案件押後到6月27號判刑，索取2名被告嘅背景，即係咧我可以講俾你聽成件案情咧，乜嘢有可疑嘅，乜嘢係冇可疑嘅。第一，呢個蔡天鳳啊，佢嘅媽咧係對佢好好，但係一個單親家庭啦，個爸爸離咗婚啦，一路同個女嘅關係咧就非常好嘅。個蔡天鳳嘅家境咧，初咧就唔係好有錢，但亦都過得去嘅。佢係讀國際學校，讀國際學校咧點都要10萬蚊呢個月啦。15歲咧就遇人不淑啦，識咗呢個郝港智。咁你知啦，呢啲單親家庭好需要家庭嘅慰藉，就嫁咗俾郝港智，就生咗2個女。咁呢個郝港智咧就係竟然去呃人錢喎，用雙性戀嘅身份去呃人錢，咁梗係搞唔掂，而家離咗婚啦。離咗婚咧，呢個蔡天鳳其實蔡天鳳媽媽咧就慢慢就發咗達，就有錢咧就捧蔡天鳳，就開始做模特兒啊嗰啲嘢咧。咁因此咧就識咗譚仔啲家人，咁又生咗2個仔女啦。嗱，我要澄清幾點。第一，嗰個鄺球嗰家人殺佢，好明顯係謀財害命啊！因為嗰日佢都帶人去睇嗰層樓，佢哋覺得佢死咗，只要謀殺咗佢咧，嗰層樓咧，佢嘅全部家產咧有過億嘅，嗰層樓咧就會係根據香港法律咧，就佢4個仔女承擔，其中2個喺佢哋手上，佢哋繼續控制咗層樓。嗰層樓咧係寫鄺球嘅名，但係出錢嘅係蔡天鳳。打官司咧，佢哋實輸嘅，其實係真正動機謀財害命。而嗰個鄺球咧就自作聰明，覺得自己識得法律，咁樣可以走得啦。只要冇屍體就告唔入，其實佢相信係咁樣。而2個仔咧竟然聽佢話喎，呢個真係大鑊，呢個真係主要個主謀係鄺球，呢個係好啦。蔡天鳳譚仔嗰家人又講洗黑錢有剩啊！首先第一你要明白呢個咧話譚仔啲洗黑錢咧就好笑，因為咧佢嗰檔嘢結果咧係賣咗俾遠紅賣咗10億，賣10億。佢主要嘅身家就係呢10億，之前賺到啲錢唔係真係好有錢嘅人嚟嘅呢啲咁就係。即係你知做譚仔起家，自己要落手落腳做㗎。呢個蔡天鳳自己個老公啊，有份去捽麵粉㗎，係捱出嚟㗎，做飲食呢啲係咁賣咗10億，咁就算有啲回水啊，都係相當好啦。嗱，呢家人呢啲咁嘅人，即係做飲食出身，1蚊幾毫揾翻嚟嘅人咧，係絕對蔡天鳳同佢係冇正式結婚，因此佢亦都絕對唔會俾大錢蔡天鳳。蔡天鳳啲錢咧一定係佢媽俾佢嘅，同譚仔家族完全無關。你唔需要牽涉到譚仔家族，譚仔家族就係個仔中意蔡天鳳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而佢哋相處得唔錯，又同佢生咗個仔個女，就係咁簡單。譚仔嗰 part 就係如此。成件蔡天鳳案啊！真正我哋唔知道嘅嘢乜嘢咧？即係一點，就係佢阿媽啲錢點樣嚟嘅。始終佢阿媽能夠將成億俾咗蔡天鳳，證明佢又真係相當之有錢。而整個故事係交代唔到佢嘅錢係點嚟嘅。即係如果你做生意賺好多錢，都話俾你聽，我係邊間公司噶嘛？唔知，好可能係幫人運錢落嚟啊！呢類啲咁嘢咯，呢啲咁嘅大陸女人失咗婚咧，就好多啲手段。呢啲所謂嘅大姐真正唔知嘅就係張燕飛究竟係做咩嘅，其他咧
成件事咧係絕無可疑絕無可疑。好啦，鄺港智7月25號續審，呢個結案陳詞，呢個判刑，盧曉紅等緊判決。我關注日期咧就係咁啦如果主要被告未到庭咧，就會通告追緝。蔡天鳳嘅悲劇就係如此，呢個就係遇人不淑。